上一讲留下了一个问题，我们从朱家、巨梦和郭谢身上看到了历史上的大侠和小说里的大侠截然不同的样子。小说里边，大侠总是出手阔绰，随便一点小事就可以一掷千金，但现实中的大侠竟然尽是穷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因啊，很简单，大侠不太需要钱。这并不是说大侠们通通清心寡欲，相反，大侠们不但要操心自家的事，还要10倍100倍的操心别家的事。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换作普通人，需要无数的金钱，甚至花光金山银山还未必做得成。也就是说，钱能办到的事情，他们不花钱就能办到；钱办不到的事情，他们同样不花钱还能办到，甚至是官府办不到的事情，他们也能办到。大侠掌握的货币啊，不是金银，而是个人能量和社会影响力。前面讲过，汉朝初年以大侠出身的将军季布楚地呢，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得黄金100，不如得季布一诺。意思是说只要得到季布的一句承诺，比得到100斤黄金更有价值。假如季布可以到商品市场上出售自己的承诺，1日之内就可以蹿升为全国首富。对比一下我们领教过的那些商业奇才，再怎么一本万利，在大侠面前通通落了下乘。那么问题来了，大侠就算本领再高，到底是单枪匹马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呢？答案是，这样的人物天然就有着强大的感召力，所以他们不仅是大侠，同时还是明星。无数人将他们奉为楷模，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掏心掏肺的要为他们效犬马之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一个顶流明星想办什么事，很可能只要有人在粉丝群里招呼一声，马上呢就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出钱出力。整个过程不需要明星本人说一句话，甚至不需要明星本人知道。追星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顽固天性，人天然就会认准一个领袖，以惊人的热忱模仿他，为他奉献，并且自我感动，乐在其中。如果这个领袖是神，那就会形成宗教，产生宗教狂热。而在世俗性占了上风的汉代社会，人格审缺起，大侠自然就填补了这个生态位。那么大侠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看看郭谢的人生经历。郭谢家在芷县，今天的河南省济源市东南。战国年间的刺客聂政就是这里的人。文帝时期封舅父伯昭为芷侯，所以在郭谢的早年，本地名义上的君主是伯昭的后人。郭谢的家世有点传奇色彩，他的外公是一位我们已经熟悉的汉初名人，相术大师许父。许父的相术神乎其技，但不知道为什么女婿竟然没有选好。许父的女婿也就是郭谢的父亲，因为任侠的缘故，在文帝时代被官府处决了。年轻的郭谢完全继承了父亲的任侠精神，快意恩仇，亲手杀死过不少人。那时候的郭谢被司马迁抓住了2大特征，一是短小精悍，二是不饮酒。短小精悍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这2大特征都和我们刻板印象里的大侠刚好反着。郭谢并没有体能优势，也没有那种痛饮狂歌式的豪迈，看来这是够狠辣，够冷静。而他生活的时代已经不是秦汉之交那个任侠精神可以野蛮生长的时代了。朝廷要推行法令，侠以武犯庆，必然招致严厉打击。那郭谢的父亲就是这么死的。到了景帝时代，济南建氏和陈帝周雍都以豪侠之名，景帝听说之后就派人把他们杀了。但郭谢并没有充分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所以做尽了违法乱纪的勾当。其中最突出的一点，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以屈借交，也就是为了交警可以豁出性命替人家做事。至于做什么事情才需要豁出性命，那无外乎就是杀人了。借交从此成为了一个文化语码。李翰蒙求有
郭谢结交朱家、托起，两位大侠的行事风格就这样被高度通缩了。当然，为朋友拼命这种事不会常有，郭谢的日常生活还是要赚钱的。他这样的人显然不会种田经商，于是生财之道主要有这样3个：抢劫、铸钱和盗墓。按说一个人如果把作奸犯科当成家常便饭，时不时还要杀人，这种生活怎么可能长久呢？更何况莒县不是遥远的边疆，而是中原腹地。郭谢到底是怎么保平安的呢？这一方面啊，是因为他能力强，一方面是因为他运气好，危难之际竟然总能脱身，就算有时候被捕了，偏偏又能遇到大赦。前面讲过，汉政府啊经常搞大赦，表面上看这是仁厚为怀，其实对于郭谢这样的人，频繁的大赦相当于变相鼓励了他们违法乱纪。等到郭谢年纪大了，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行为模式完全变了，不再好勇斗狠了，反而呢以德报怨，默默地调节纠纷，抚慰解困。只不过这个时候的郭谢已经成为许多少年的偶像了。郭谢在和什么人结怨的话，根本用不着自己动手，甚至不用动嘴，自然的会有仰慕者替他杀人，杀了人还学他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做派，刻意不让他知道。郭谢还变得特别讲道理了，有人杀了他的外甥，他在问明事情始末之后，知道是外甥不对，放过了凶手。这样一来，郭谢的追随者就更多了。这时候的郭谢俨然呢已经是一位黑社会大佬，当他出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避让，偏偏有一个人看着郭谢经过，竟然以积聚的坐姿看着他，特别失礼。郭谢身边的人当场就要行凶，但郭谢说了一句反求诸己的话，说自己在家乡不受人尊敬，要怪呢就只能怪自己的德行不足，人家有什么错呢？打听完那人的姓名之后，郭谢暗中拜托县政府的公职人员，每次呢派人手服徭役的时候就把他免掉。那人接连的被免除了徭役，莫名其妙，闷竹乃是郭谢特意打过招呼的缘故，终于大受感动，登门谢罪去了。这件事又为郭谢赚得了一波人气。不知道郭谢身上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转变。民国年间，还珠楼主以《史记游侠列传》为素材，写了一部武侠小说，游侠郭谢设计出一段青年郭谢抢劫前辈大侠巨梦的情节，让郭谢受到巨梦的感召，这才从杀人越货的混金璞玉变成了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当然，郭谢并没有那么君子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他在妖卖人心而已，要么是慷他人之慨，毕竟县政府总要找人服徭役，免掉了张三就只能去摊派立嗣；要么是慷国家之慨，让国家要么缺了一个劳动力，要么缺了一份劳动力的钱。这个时候的郭谢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穷人，但也够不上富人的标准，而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钱对他而言已经可有可无了。偏偏武帝采纳了主府尹的意见，将关东地区的豪强富户迁居茂陵。郭谢虽然达不到300万钱的财产门槛，却是成名大侠，当地豪强，所以县政府不敢不把他列入办迁名单。那惊人的一幕于是就出现了。当郭谢启程的时候，前来送行的人凑出了1000多万钱为他送行，使郭谢的财产远远超过300万钱的财产门槛，这才是字面意义上的藏富于民。到了真正用钱的时候，钱财可以随时到位。这件事的意义可大可小。如果站在看客的角度会感叹郭谢人缘好，而站在皇帝的角度会觉得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向自己示威。这个时候，就算郭谢产生了必要的危机感，也阻挡不住事情的走向了。郭谢入关之后，关中地区有头有脸的人物，无论认不认识的都争相赶来结交。那司马迁就是这个时候亲眼见过郭谢的。
说他相貌只在中下水平，说话呢也没有什么水平，但就是被大家追捧。而在芷县那边，人们打听出来把郭妾列入名单的是一名姓杨的小公务员，本地人杨继主的儿子，冤有头债有主，郭妾的侄儿就把他杀了，还砍下了他的头，后来呢又把杨继主也杀了。杨家人千里迢迢到长安告御状，都走到皇宫大门口了，却还是不能逃过一劫，被不知道什么人杀了。黑社会行凶竟然杀到了天子脚下，事情不可避免的惊动了武帝。武帝派人抓捕郭谢，而郭谢不愧是一代大侠，竟然带着老母亲在人生地不熟的茂陵地区成功逃脱，把母亲安置在夏阳之后，又只身逃到临晋关。郭谢找到了临晋关的吉少公，请他帮自己出关。史料并没有交代这位吉少公到底是何许人也，但估计是个有名望的江湖中人。那吉少公并不认识郭谢，但郭大侠既然能在危难之际找自己帮忙，实在是给了自己天大的面子。于是在吉少公的运措之下，郭谢顺利出关，进入太原郡境内，凡有头问都为直言不讳的自报家门。这次郭谢的意图是不想牵连那些帮自己脱困的人，等这个官差问起来，人家呢可以如实交代自己的行踪。结果当官差追捕到吉少公家里，吉少公竟然自杀了，一下子就断了官差们的顺藤摸瓜的念想。所以过了很久，逃犯郭谢才终于落入法网。等抓到了郭谢，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我们下一讲再见。